在上一集的評論區，我看到有人寫還我家瓜，我是有聽到啊，別擔心我在啊，這季我還是沒有吃啦。而你看到的這一幕也不是玻璃棧道來的，直接釘在懸崖壁上一條路，長到看不到頭啊！會高人就是要這樣子走，變成牆像螃蟹這樣，就 full speed 衝進八溝的瀑布裡面，全身濕晒，肯定是很舒服很爽。看到這一幕，真的後悔之後沒有跟着去，最後會前往洛陽感受一下武則天當年的風範，已經感受到了，看看洛邑古城的魅力。所以各位給個面子，看看他們下半場如何體驗河南啦。影片開始前，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小小的鼓勵，我們的頻道會給個 like 哦，謝謝。現在我們來到了河南的第2集，我們這個行程第一個地方，我們就要去挑戰一個山。沒有想到河南竟然有一個這樣美的山，然後今天我們會住在這樣美的民宿。哇，還有一個茶居的感覺，主題是讀書會。你們可以看到它上面印下來的光影，超級好看，很有氛圍。哦，這裡還有一個古箏，如果會彈古箏，還可以在那邊表演。原來應該可能是有請人來表演的吧。還有鋼琴哎，你看它的那個設計，它可以印到那些彩虹在身上。裡面還有的打鋪，哇，你會不會的哦？打開。哇，沒有進哦，啊，進洞啊！哇，很美！哇，那個景，你們看那個山在前面，這個景真的超美的，超適合來這裡住，差不多2-3天度假。我還講要2-3個月，2-3年，來這裡住幾個月的會長命百歲這樣。跟閨蜜出來就是有一個專屬的造型師。現在要去爬天界山，還有八里溝。耶！走着下面的觀景步道的話呢，是曲曲拐拐6公里。就是遊客呢，一般來這邊，他們走着下面的水路的話呢，大概需要走2個小時左右的時間。就單程啊，对，單程2個小時才可以到達天河瀑布。那也可以包這種車，對，也可以租。多少錢？ 10塊，7-8分鐘。7-8分鐘，10塊值得，值得，花了，真的太爽了！我還以為本來還想說今天會爬很多山，先來就坐個車先。我們直接抵達那個瀑布的終點站，然後走差不多6-7分鐘就到那個瀑布了。回歸大自然。原本我以為河南就有那種古色古香啊，或者是很多歷史人文啊，原來還是有山可以爬的。我還聽到那個蟲鳴鳥叫的聲音，真的就感覺逃離了城市。先進倒不至於啊，現在還沒到啊，綠油油的整個環境，不知道秋天來這裡會不會整個變紅色區。我跟你們講，就是河南其實是有冬天會下雪的，如果你想要來看雪的話，也是可以來河南。那我們上去是看什麼？這邊上去是瀑布的源頭啊。如果他們來的話，就是可以選擇爬或者是坐電梯。好啦，對，是，可以走這個，它這個20元。哦，20 ，OK。感覺我跟講過來應該是選最輕鬆的方式上山。哇，這個很輕，好難哦。我喜歡這樣的行程，因為不會很熱。對，樹林繞完整個就是有樹遮。哇，這個很輕鬆，不太喜歡基地的。你喜歡基地還是喜歡這種？各有各的，各有各喜歡，因為基地可以 shopping。對，我喜歡 shopping。而且基地可以叫美團，這裡叫酸奶。你看，哇！往上看，哇，這個瀑布好大的，真的是那種疑似銀河落9天。我們在瀑布的裡邊。我們要往上爬，去穿越水簾洞。加油！加油！可以了，我們到了。這是什麼？天界山。不是，這不是天界山，這是八里溝啊。我們看。哦，還有瀑布。哇，好大！感覺我会变落汤鸡耶。哇，你準備好了？全副武裝。竟然防水啊！直接遮了完，有雨衣可以在雨衣。哇，很爽！好爽啊！沒有，本來應該是覺得 heat 的是嗎？你一進去，你在超爽，對，很涼了，很涼。所以我們的新攻略，如果你真的很熱，你要一整個旅程都是涼的，先進去，你要再這種。好，真的，這是最好的。然後不要講，然後帶一個8+1進來，我就是覺得。哇！
像類似 VIP 的巴士上山。知道了啊？到了。懸崖的外側有一條線，現在有人在走。這個就是懸空棧道，對，走到出口那有一個可以喝咖啡的一個地方。你們看那個山好像一層一層的，感覺我們要走進畫裡面一樣，畫都畫不出來的這個景象。會說話。我記得這裡跟張家界的差別是，張家界的每一個山都很立體，好像阿瓦達這樣。但是這裡的也是有另外一種美，就是一層一層的，而且是遠和近，有種如詩如畫的感覺。這個地方推薦給你們，叫做天界山。來這裡的時候有點下雨啊，所以如果你們來的時候可以準備一些雨衣。什麼感覺？天界山就很高，有點很高的。对，他连站在這裡，他都覺得有一點腳軟。好彩這感覺還蠻，就是很穩固，我覺得還沒有這樣。還好你沒有參加那個什麼貝拉達，你應該會漏掉，真的很震撼。啊，你看這個栈道很長哎，虽然不是玻璃，它是懸崖栈道。哇，修這個栈道真的很頂。外高人就是要這樣子走，貼着牆像螃蟹這樣。有鏡頭來的時候就用貼着牆哦，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。來，自己去，很長哎，哇，好走很去，還有那邊的啦，還有長子，真的，之前接的時候真的不容易，這個真的大工程，而且是在懸崖峭壁上敲出一段小出來。啊，像那個山着火的，好像出煙的感覺，怎麼會有這種奇觀？哇，我們回來整個淋到像落湯雞這樣，但回到我們的酒店才是最大的亮點。它是一個在這個形象裡面非常非常美的一間民宿，然後它的 view 也很好看。我們今天的民宿真的是太棒了，給你們看，桌子全部的搭配也超棒了。你看坐在這邊，哇嘿，然後外面的景色你們看，明天可以拍美照，外面還是山景哎，有2個單人床，然後可以坐在這裡欣賞風景、喝咖啡。哦，這裡就是乾濕分離的廁所跟淋浴間，然後我們洗漱的話是在外面的，空間感很大，然後非常的寬敞，超舒服的。我們一進來的時候，直接把那個門關回來，是因為真的嚇到我，還以為我在夢境裡面，不敢相信我住在這樣好的房間，好開心。好，100分，1分。不是很好奇這民宿叫什麼名字嘞？它叫做水泉音樂，連名字特別有那種意境，对。這個詞又要很好意境。我們用餐的地方就在民宿裡面，它食物還蠻好吃的。我這次穿的是小唐風，但是我覺得這間的妝造不是很好，就是很不細緻，很多東西都沒有遮，動作是非常快的，遠看不會說很奇怪啦，但是就是不怎麼好看。2個禮拜現代的博物館，感覺有點像穿越千年。回到古代好悶的一件事情啊！來這個洛陽博物館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穿着古裝，然後拍那種前世今生的感覺。第一天穿越就遇到這麼多現代人。這個就是以前着裝肥皂的碗哦，真的嗎？我發現真的很多人會穿這種古裝來這裡拍照打卡，但是我更建議你們如果來這個洛陽博物館啊，不要只是拍照啦，可以了解一下這裡的歷史，會更有意義一點。那種媽媽會先給我們早安的背景圖，花開富貴的感覺。這就是我以前皇宮房間裡面掛的這個畫，就這幅畫了。這是爸爸媽媽每天親戚們都會用的早安圖照片。對，富貴花開。你看到那個掛畫吧？以前就是在我廁所裡邊的。哇，茅房，不是廁所，好富有哦。這我感覺就很價格不菲耶。對，然後我們種的牡丹花呢？我們種的那棵，對，已經死了。我家那個王后娘娘，她走路是蔑視群雄的感覺，对不对？据說這個兩姐妹在這一個博物館裡面是非常有名的，就像我跟我閨蜜一樣。接下來我們來的這個點呢，是以前武則天辦公的地方。我們來的月份是6月多，非常熱，36度，走在戶外的時候差不多變燒焦。真的要記得帶雨傘，如果這種。對，記得帶雨傘啊，防曬要做足。
不然也可以選一個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日子來，會非常的涼爽。我有點感覺真的有點在火焰山了，要融了我自己。夏天來中國真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。感受到那種壓迫感，整個店內都是好像那種金光閃閃的，好像用各種黃金堆疊出来。哇！我們終於坐到龍椅了，武則天的椅子，坐了過後會不會發大財？辦公能力會強一點，因為它的效率好，效率更好，所以你們也來坐一坐。对，不過如果你們要進來這個店呢，大店或者坐它的龍椅呢，是另外的價格哦。帝王卡體驗，那看它的價格這樣貴，其實還有很多東西的，比如說有表演啊，你可以坐在龍椅啊，還有一些李公公全程陪伴等等。為什麼這個神龜好像我在那個曲阜孔子的那個神龜好像一模一樣誒，是有什麼關聯的？如果你們知道的話，留言告訴我。你好，請問你是這裡的講解的嗎？我不是講解，你是狄仁傑。對，找狄某合適啊。對歷史不是很了解，可以告訴我們這個地方相關的歷史。明堂呀，是為了大周時期的武則天武皇陛下所建的，然後那邊那棟高高的建築呀，叫天堂。天堂？對，祭祀禮佛用的。具體啊，咱們可以通過講解牌了解更多的知識。好的，好的，謝謝。玩得開心。那狄仁傑是狄仁傑什麼職位 ？CEO。一人之上，萬人之下。CEO 對 CEO。OK， 明白了，謝謝。玩得開心啊。OK。哦，原來是講說這裡其實是原本是通天巨柱，你們可以看一個很大的根基。但是現在已經是被戰火毀掉了，是一個洞。那叫我們在這裡感受一下當時武則天站在這裡君臨天下的感覺。天堂，對天堂。來到了洛陽的一個古城，叫做洛邑古城。然後這有一個最大的亮點呢，就是看天女散花。看那個人潮，全部在等着看天女散花。那個位置很好。現在的時間吃完晚餐就來觀光這一個洛邑古城。出發目前的感覺就是古色古香，跟其他的古鎮沒有什麼不一樣啊，我覺得還蠻相似的啊。可以來觀光，然後買一點手信回家吧。晚上開燈應該蠻漂亮的。是，你們聽到這歌嗎？是一個小新古代的那個月老在唱的歌。聽聲音是不是感覺很像現代裝啊？現在我們要進去看秀咯。它這個秀主要講的就是武則天的一生，這是它的票價。哇，好近好近！哇，好漂亮！凤凰下九天。大早行程，我們就來龍門庫。现在我們要去看的點叫盧舍那大佛，也是這個龍門石窟最大焦點。這要走上去的是需要走一段蠻高一下的樓梯。龍門石窟始建於北魏時期，已有1500多年歷史，擁有超過10萬尊佛像，是中國石刻藝術的代表作，也是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。各位就這樣，Janice 的河南之旅到此結束了。沒有想到河南其實真的是非常多元化，非常好看。我真的老實跟你講，非常後悔沒有跟大家一起去。因為我本身也是蠻喜歡這種大自然景色。For example來講，就是像八里溝啊，或者是天界山這幾個景色。另外的就是那些景區啊，變到中國古代版本的 Disneyland， 真的我可以玩到很盡興來盡興。雖然在馬來西亞當中啦，河南這一個地方並沒有到很 popular， 希望更多的馬來西亞人去到河南遊玩和體驗啊，讚！那這期影片就到這裡結束，然後在最後的時刻，你有辦法看到甲瓜，我還是有出現在影片當中了。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分享。我們下一個影片見，拜拜。